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特瑞。一些所谓的脏东西经常被摄像机拍到，可问题来了，那些东西会随着录制保存到储存卡里吗？观看录像或者持有储存设备的人会受到影响吗？之前我在节目里曾给大家分享过，我的学弟早年在台艺大交流时和台湾当地的同学去野外录素材录制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荒郊野岭给几个人吓到了。没想到回到学校剪辑室剪素材的时候，刚播放到奇怪声音那段片段时，突然他们的头顶，因为他们的剪辑室是一个简易的平房，头顶咚咚咚出现有人爬动的声音，给这几个同学吓得毛骨悚然。最后还是我学弟说了句哀求的话，说什么我和你无冤无仇，不要找我什么的。最后那个声音消失了。再去看录像带录像带里没有录到什么奇怪的声音。那么录像带真的能把所谓脏东西录进去吗？2013年，一位叫蒂娜刘的女网友在豆瓣上讲述了自己早年在电视台工作时遭遇的一系列怪异经历。我联系上了当事人小姐姐，并取得了她的授权。今天把她早年的那些诡异经历分上下两集讲给大家。在正片开始之前，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淘宝100亿补贴开春狂欢节放大招了。是谁还没上车？看看这款小米 K70 手机，2248元就能入手。官方足足补贴了200元。现在大家上淘宝首页搜索淘补贴130，进入邓肯的专属补贴会场，最高还能再领1000元大红包补上加补，还有 iPhone 15全系列至高补贴1300加，全网低价，买贵必赔。大家看，德芙鲜芋巧克力礼盒18粒，原价14.5块，官方补贴2元，到手仅需12.5元，刚好马上就是3·8节了，送家人、送老师、送女友，大家可以准备起来了。索尼 PS5 游戏手柄原价509元，至高特惠80元，到手仅需429元，官方补贴超值划算，都是国民信赖的品牌，平台出手官方补贴超级低价，手慢无。除此之外，海量零食、百货、吃穿用度全品类补贴超低价。我现在自己吃的和月月吃的都是在淘宝100亿补贴买的，麦当劳、汉堡王、肯德基等超值套餐狂补来袭，品质售后由淘宝100亿补贴全程保障，假一赔10，还有专属客服，让你买的开心更放心。俗话说，该省省，该花花，淘宝补贴我就花。新年新气象，我开春之后家里想添点东西已经习惯了，先上淘宝搜一搜看一看。大家趁现在开春好物狂欢，赶紧上淘宝首页搜索淘补贴130，或戳评论区置顶链接冲一波吧。楼主小姐姐说，关于灵异事件这件事本人一直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因为我是从事电视媒体工作的，平时看恐怖片的时候主要都在关注化妆手法和拍摄技巧。当年看《沉默的羔羊》中大名鼎鼎的吃脑子片段时，我在想的是，这个化妆师真牛演员头顶是怎么做的效果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听到的灵异故事也越来越多，我也开始相信冥冥之中可能有一股不可测的力量的存在了。楼主说，大学时常听学姐说摄像机什么的比较容易侵犯鬼神，但我没亲身遇到过什么怪事儿。大学毕业的时候做毕业设计，我和同学们合拍了一个纪录片，大概内容是一个农村家庭的小女孩得了白血病，她父母根本无力支付高昂的费用，而且还要供她哥哥上学。我们之所以选这个题材一是觉得有意义，二是想拍完之后呢，在学校放映，看看能不能帮小女孩家筹到一些钱。前期跟踪拍摄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小女孩在这期间的健康状况算是勉强维持。医生还说小女孩算是比较幸运的，发热和感染症状很少出现，也就是说只要有钱，治愈的希望还是很大的。拍摄期间，我们一组6个同学还多次给小女孩家捐钱，前后得捐了1万多。拍完以后上载素材一切正常由于拍的素材太多，所以后期剪辑就要加班加点。我们6个人4男2女两组合轮流剪片，除了每天凌晨4点到7点这3个小时给机器休息，其余时间我们基本都住在机房的。楼主说，在编片子的第3个星期，基本的粗剪已经完成。那天晚上，我和另外一个女生燕子轮到我们2个编片，当时已经凌晨2点多了。我和燕子从屋子里走出来，到走廊尽头的茶水间冲咖啡。楼主说我去上厕所，
在如厕时，我鬼使神差的朝挡板下面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给我吓个半死。挡板下方竟然有一只小女孩的脚，大学里面怎么可能有小女孩？而且都后半夜了。楼主吓得跳了出去，跑到走廊外。燕子见到惊慌的楼主问怎么了？楼主说没事，我刚刚眼花了。说是这么说，但楼主此时脑子里面全是刚才那个女孩的脚。这时走廊里一位隔壁班的男生恰好路过，楼主见到男孩子胆子稍微大了些，就把刚才看到小女孩脚的事儿说了出来。身旁大大咧咧的燕子来了句：“你神经病吧？人小女孩还没死呢。”当然，燕子指的是他们正在捡的这个白血病的小女孩。楼主觉得燕子这话有点不尊敬人，没搭话。水开了，燕子去接水。平时这个开水机啊，水流很小，大家经常抱怨。可今天这个开水机不知怎么了，突然热水喷涌而出，燕子的手一下就被烫了，当时就又红又肿，害得她去卫生间冲了半天凉水。再来到卫生间，楼主说倒是没什么异常。为了不影响片子的进度啊，我们再度回到机房工作。燕子说明早天亮了，再去医务室要点烫伤膏吧。楼主说，当我们再次进入机房时，两个人全傻眼了，机器死机了。屏幕上的画面一直停在小女孩躺在病床上的镜头。当时拍摄的情形是，这位小女孩忽然发高烧，医生准备抢救。小女孩看到我们在拍，冲我们微微笑了一下。所以此时定格的画面就是小女孩惨白的脸在冲我们笑。因为发生了刚才的事儿，楼主觉得这个画面有点瘆人，但机器怎么弄都弄不好。他一着急，直接把电源关了。更气人的是，再次开机，刚才编过的一整段片子统统不见了。楼主说，我们非常确定，刚才出去接茶水之前是点了保存的。退一万步讲，就算出去前没保存，那也不可能连这一整大段都不见了，是吧？最多是上次保存的点，对吧？奇怪的就是这一整段都凭空消失了，而且消失的这一段都是小女孩的影像。我们俩只好再从素材库里调出原始素材，准备重新粗剪重编。可是这一段原始素材也出问题了，不是马赛克，就是小女孩同期声听不清，挑拣也只有那么几个少的可怜的镜头可以充数。楼主和燕子当场欲哭无泪。没办法，先回宿舍睡觉吧。第二天，楼主把这事儿告诉了组里的其他男生。无奈之下，楼主又给小女孩的父亲打了一通电话，想问问可不可以再去医院补拍一些镜头啊。可没想到，当楼主问到小女孩身体情况时，他爸爸叹了口气说：“8天前她又发了一次高烧，医生没抢救过来。小女孩临走前还一直说没能亲口谢谢帮过她的大哥哥大姐姐。”此时楼主既难过又惊恐。民间有头七回魂的说法，而昨晚正是小女孩的所谓头七。其他同学提议我们去看看她吧，于是大家买了小女孩生前喜欢看的画书和芭比娃娃。楼主说，小女孩甚至没有一个墓碑，只有一个小坟包，因为他们当地农村好像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说小孩死了呀不能立碑。楼主等人非常难过。祭拜完小女孩后啊，离奇的事情出现了。回到学校后，楼主说，那段有问题的原始素材又恢复正常了，只不过其中有些镜头找不到了，包括上次死机定格的那个小女孩微笑的画面。楼主说，我们之中再没人提起过这件事儿，大家都希望她能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一些。大学也就这样顺利毕业了。接下来楼主又给大家讲了另一个后来工作中遇到的怪异事件。楼主毕业后来到某地方台做法制节目，工作原因经常接触一些杀人越货、通奸仇杀、灭口抛尸之类的恶性案件，时间长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楼主说，电视台的机房啊比学校时候的大，也经常有同事一起通宵加班，有时候加班太晚我就不回家了，在机房看同事分享的电影，等天亮了再回家。那恐怖片也自是没少看，胆子越来越大。但接下来楼主要讲的遭遇啊，真的是把他吓坏了。楼主说，某天大约是凌晨3点，我编好片子，在机房看电影，等天亮回家。期间出去上厕所，在厕所门缝外面呢，楼主如厕时，从厕所的门缝看去，外面有个人路过，是个女人，短发，从卫生间出来。
他看到那个短发女人啊，背对着自己站在窗户前面。楼主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们这层楼啊从来没见过这个短发女人，但又想了想，电视台这么大，没见过同事很正常。楼主上完厕所出去，发现这个女人啊就不见了。洗手时突然恍惚间听到一声呻吟声啊！楼主说，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听到了的声音。我不是胆小鬼，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那一瞬间就想哭出来，连滚带爬的回到了机房。回到机房后啊，有个栏目组的男同事看见楼主，慌慌张张的问怎么了。楼主为了壮胆，很大声的向同事们讲了刚才的事儿。这时有个资历老一点的男记者把手从鼠标上拿开，回头问楼主，那个女的什么样啊？楼主说，我没太看清楚，但应该是短发。男记者说，是不是个子不高，挺瘦的？楼主内心非常诧异，他怎么知道的？难不成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他进来偷看了？没想到这位男记者说，我给你们这些小姑娘提个醒啊，以后啊，如果时间太晚，就不要去咱们这一层的卫生间了。楼主听了这话非常诧异，但是没有多问。后来过了很久之后，和许多同事混熟了，大家才愿意把这些台里的陈年八卦说给他听。原来很久以前，台里有一位女主持人，她没有什么背景，凭借着自己努力，一步一步笔试、面试考进的电视台，干的是最累的活，拿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好像是和领导之间发生了暧昧关系，导致家庭破裂什么的，最终他选择了轻生，而且就是在楼主机房所在的17层卫生间里打开窗户跳下去的。同事们说，这位女主持人呐，瘦瘦小小的，短发，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从那之后，台里很多关于她生前的八卦，以及关于17楼女厕所的禁忌就多了起来。楼主说，从那之后啊，自己尽量少加班，加班也少喝水啊，非要上厕所也一定去楼上或者楼下。事情并没有完。之后台里啊来了一个女孩小璐，这个姑娘啊生性腼腆，说话细声细语，身子骨也非常弱的那种。她家庭条件很好，刚进台就买了辆车。楼主还经常蹭小璐的车下班。出于好意，楼主有次啊把电视台这个都市传说说给了小璐，警告她不要去17楼的女厕所哟。楼主是好意，但小璐却认为楼主是在吓自己。后来的一天，楼主发现小璐不见了，再也没来过上班了。原来他辞职了。过了很久之后的一天，小璐突然提出请楼主吃饭，说要谢谢楼主。楼主前去赴宴。这一次再见到小璐时，发觉她比以前更瘦了。小璐说自己大病了一场，然后给楼主讲起了自己辞职的原因。一天晚上11点，加班的同事陆陆续续走了一些，只剩下几个男同事。小璐去卫生间上厕所，一开始好好的，可突然听到隔壁有人敲挡板，小璐以为是隔壁的人没带纸，就应了一声，敲击声消失了，可并没有人打枪。小璐低头从挡板下面看了看，隔壁并没有人啊。此时他突然想起了楼主的话，不要在17楼上厕所，顿时周身发凉。他慌忙地从卫生间出来，想赶紧回机房，回到同事身边。楼主说，我们电视台大楼的建筑啊，从外面看格局有点怪啊，是一个圆柱体，所以你在里面走啊，要一直拐弯，这走廊啊不是直的。从卫生间到机房这条路啊，我们不知走了多少遍了啊，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可怜的小璐居然就在这条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路上迷路了，怎么走也走不回机房。小璐害怕的一路哭着骂着，但还是找不到机房。他就想从楼梯间走到上面一层去18楼看看，他不敢坐电梯。我们楼梯间每层的大门上都会有楼层号。小璐往上爬了一层，发现上面写的是17楼，再往上爬还是17楼，每一层上面都写着是17楼。小璐说，她最后的记忆是一个女人的呻吟声和哭声混杂着向她呼啸而来，后面的事儿他就不记得了。第二天早上，是打扫卫生的阿姨发现他瘫倒在了17层的卫生间里。被阿姨叫醒后，小璐红着眼睛冲出大楼，开车回家。他说回家的路上啊，在开车时感觉自己能看到自己，就是灵魂出窍的感觉。他说后来感觉自己坐在后排的座椅上，看着驾驶座上一个短发女人在开车。按常理，如果你坐在后排，是可以从倒车镜里看到前面的司机的，对吧？可小璐说
我当时从倒车镜里完全看不清那个女人的脸。小鹿一直虚弱地问：“你要带我去哪儿？”那个短发女人普通话很标准地回答他：“回家呀。”我们回家。后来小鹿就稀里糊涂地撞车了，撞在了马路边的隔离带上，整个车子都歪在了隔离带上。直到交警的出现，小鹿神志才清醒了一些。医生说小鹿很幸运，肋骨骨折，但没有伤到内脏，膝盖骨也裂了。楼主说他这是骨外伤，不需要开刀，也不存在感染的可能性。但从那之后，小鹿每天晚上都在发低烧，梦里就是那个短发女人对他说：“什么什么电视台领导谁谁谁是王八蛋，小姑娘你快点好起来呀，我们一起去和他斗。”小鹿很害怕，就央求爸爸给他找个师傅。他爸爸笑着说他迷信。他又连续做了几天这样的梦，小鹿实在受不了了，打给一个同学，让同学带个师傅来他家，趁他爸不在的时候，师傅到他家给他做了一些所谓的法事。最后师傅说这个脏东西意念力很强，生前也应该是个女强人，死的时候有很多冤屈和怨念，死后还想报复，就被困在了那里，一直等待机会找人把他带出来。那小鹿的体质比较弱，所以被他找上了。最后师傅给小鹿留了个符压在枕头下，又给了他一把桃木剑，小鹿才算不做噩梦了。慢慢的身体也养好了，但他不敢再去电视台工作了。最后的离职手续还是让父亲去台里办的。楼主说后来小鹿走出来了。从那之后，他开始准备出国深造，现在已经在英国某大学进修研究生学位了。现在已经在英国某大学进修研究生学位了，希望他一切都好吧。之后楼主又给大家在帖子里讲了他在出刑案现场拍摄时遭遇的更加离奇恐怖之事，请看下集。月月。